西方国家想让乌克兰成为让俄罗斯放血的工具，那俄罗斯也可以让乌克兰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难以结痂的伤疤。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弹药都快用完了吗？西方媒体恐怕是多虑了。根据英国卫报3月23号的报道，俄乌冲突至今双方库存的弹药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正在逐渐的耗尽。乌克兰方面宣称俄罗斯军队只剩下3天的补给了，乌克兰自己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也要用完了。报道还说，俄罗斯军队的后勤有巨大的困难，所以被迫放弃了前期的乐观计划，也就是同时包围基辅和哈尔科夫，从南部和东部同时发动进攻。这篇报道只能相信一半。乌克兰军队的军火快用完了，这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虽然战前西方自称提供了大量导弹给乌克兰，但真实数字只有西方自己知道，里面有没有虚开发票的问题也不能轻易排除。然而俄罗斯军队和东乌民兵们缴获的标枪 NLAW 就是真的。俄军坦克装甲车辆的损失虽然不小，但是和军援数量也对不上。所以乌克兰方面到底拿了多少军火，用了多少，丢了多少，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那么西方是怎么知道乌克兰军队快要弹尽粮绝了呢？这几天俄军大举进攻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地方，乌军是节节败退包括亚索营在内的主力部队大量的被消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喊话，要求提供军事援助。很显然，乌军的战斗力正在耗尽，再没有军援进来的话，乌克兰战局就要画句号了。至于俄罗斯军的弹药是不是耗尽，我认为西方实在是多虑了。从苏联到俄罗斯最重视火力投射的问题，没有足够的弹药，从统帅部到基层指挥员都是不能接受的。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31年了，这个庞大的帝国留下的军火被瓜分、被倒卖、被无数次的战乱大量的消耗，却至今还没有用完呢。俄罗斯自己也没有把弹药生产线关闭除了俄罗斯军队自己的需求，也为国际市场提供货源呢。如果说俄罗斯确实没有太多的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那么传统弹药的库存量是绝对不会缺的。就算是储备在前线的弹药用完了，俄罗斯也能够迅速的从各地的军火库里面调集炮弹、火箭弹和航空炸弹。若非如此，俄军怎么能够动用强大的火力在3月25号攻克马里乌波尔呢？英国报纸对这个问题倒是说了几句真话。他说乌克兰的许多工业区都在东部，在战争当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特别是坦克城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的曙光燃气轮机场、安东诺夫设计局机场等等已经被战火彻底摧毁，所以乌克兰已经不可能组织军工生产了。俄罗斯的本土完全没有受到波及，境内的物资运输也畅通无阻，所以俄罗斯可以要求军工厂立刻满负荷的运行，大量生产武器弹药供应前线。战争拖得越久，胜利的天平就越是向俄罗斯一方倾斜。那么美国和西方会看着乌克兰战败吗？乌克兰一旦战败，就会按照俄罗斯的计划推进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美国不但失去了一个威胁俄罗斯的前进阵地，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也将充分的曝光。所以美国是不会轻易就此罢休，肯定还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乌克兰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期望着能够把俄罗斯的财政消耗殆尽，进入谈判。现在拜登在总统权限内批准的8亿美元的军援已经在路上了。美国国会已经在3月10号批准了新一年度的预算案，其中拨出136亿美元，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国家进行援助。乌克兰能分到多少，其中多少是军火，目前还没有透露。就算是各方从当中捞起好处，真正变成军火送到乌克兰的这一部分预计也不会太少。英国也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第2轮的军援，5000枚反坦克导弹。俄罗斯会按照美国人的想法做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民族的求生之战，有进无退，有胜无败，不管用多长时间多大代价，
也一定要打下去，这就将逼迫着西方没完没了的向这个黑洞里投入资源。俄罗斯如果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甚至可以在基辅搞一个长期围城打援，看看美国、英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到底可以为这场战争支付多少财政资源。西方国家想让乌克兰成为让俄罗斯放血的工具，那俄罗斯也可以让乌克兰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难以结痂的伤疤。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